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的婚礼上，新娘李梦瑶对我说完对不起，转身走向了我哥宋征，司仪的笑僵在脸上，台下宾客哗然。我爸，宋氏集团的董事长宋德海面无表情，我姐宋雅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只有我哥宋征春风得意地张开手臂，将穿着婚纱的李梦瑶拥入怀中，然后他举起交握的手，像个胜利者一样朝我挑了挑眉。梦瑶，他对着麦克风，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全场听清，你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宋家未来的女主人，不该是一个废物的老婆。废物，这是我哥乃至整个宋家给我贴了20多年的标签。我站在原地，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小丑，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怜悯、嘲讽、幸灾乐祸。我的心被一只叫背叛的手捏得粉碎。我和李梦瑶恋爱3年，她说她喜欢我的温柔，喜欢我身上的书卷气，喜欢我和宋家那群浑身铜锈的商人不一样。她说她什么都不要，只要我。为了她，我不惜和我爸决裂。我爸说，一个3流大学毕业的孤女，除了那张脸一无所有，你想娶她，宋家的门她不配进。我跪在书房，第一次反抗她。我爱她，除了她我谁也不娶。她摔了最爱的剑斩。好，你娶我宋德海，就当没你这个儿子。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废物怎么养活他。为了给他一个安稳的生活，我白天在图书馆当一名古籍修复师，晚上去夜市摆摊卖我自己雕刻的小木剑。3年，我攒够了钱，买了一枚不算大但足够真诚的钻戒，办了这场不算盛大但我倾尽了所有的婚礼。我想给他一个家，结果他给了我一个天大的笑话。台上的闹剧还在继续，宋征意气风发地宣布，今天将是他和李梦瑶的订婚宴。宾客们从最初的错愕迅速转变为对强者的谄媚，毕竟一个是宋氏集团板上钉钉的继承人，另一个是宋家公认上不了台面的弃子。怎么选？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我爸宋德海站了起来，他没有看我一眼，而是拿起话筒，用沉稳的声音宣布，小儿无状，让大家见笑了。今天就当是给犬子宋征和梦瑶提前庆祝，各位吃好喝好。一句话就给我定了性，小儿无状。原来这场精心策划的羞辱，在我爸眼里只是我不懂事，是我搞砸了一切。我看着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站在台上，李梦瑶依偎在宋征怀里，娇羞无限。宋征享受着众人的追捧，我爸威严依旧，我姐宋雅则端着酒杯，遥遥向我举了举，那眼神里的轻蔑像淬了毒的针。他们是一家人，而我是个外人。我笑了，在满场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中，我缓缓地一字一句地对着早已目瞪口呆的司仪说道，麻烦把背景音乐换成欢乐斗地主。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我没疯，我只是觉得这场面配这个音乐特别应景。没人动，我掏出手机，连上现场的蓝牙音响，自己按下了播放键。快点吧，我等的花儿都谢了。激昂欢快的音乐瞬间响彻整个宴会厅，将那份虚伪的浪漫和尴尬冲得一干二净。宋征的脸黑如锅底，他厉声喝道，宋妍，你发什么疯？我没理他，走到那座用我和李梦瑶照片堆砌的香槟塔前。照片上我们笑得那么甜，我曾以为那就是未来。我端起一杯酒泼在照片上，然后看着我爸，
一字一句道：“宋董事长，恭喜你，少了一个废物儿子。从今天起，我宋岩与宋家恩断义绝，再无瓜葛。”说完，我转身，在一片混乱和欢乐斗地主的背景音乐中，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让我恶心的地方。走出酒店大门，阳光刺眼，我脱下那身为了婚礼租来的西装，随手扔进了垃圾桶。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短信：“臭小子，婚礼结束没？别忘了下午3点，永乐大典的修复研讨会，故宫的张老和国图的李馆长都等着你。”发信人是秦老，我的师傅。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回复道：“马上到，这场闹剧是时候结束了。我宋岩26年来的人生也该重新开始了。”坐上出租车，我报了京郊一个极不起眼的地名。司机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小伙子，那地方可偏僻，都是些老旧的四合院，你去那儿干嘛？”“访友。”我言简意赅。车子穿过繁华的市中心，驶向人烟稀少的郊区。我的心情也随着窗外的景色，从一片废墟慢慢沉淀下来。宋家在许多人眼里是云端上的存在。宋氏集团涉足地产、金融，资产100亿，是我爸宋德海一生的心血。我哥宋征从小就是天之骄子，他聪明强势，深得我爸真传，在商业上极具天赋，被当作唯一的继承人培养。我姐宋雅联姻嫁给了另一个豪门，夫妻俩在宋氏集团都身居高位，是我爸的左膀右臂，而我是这个家里的异类。我从小就不喜欢那些数字游戏和商业应酬，只喜欢待在书房里和那些泛黄的固纸堆作伴。我爸觉得我不务正业，是扶不起的阿斗；宋征觉得我懦弱无能，给他丢脸；宋雅则觉得我清高的可笑，是个活在象牙塔里的傻子。高考那年，我以全省前10的成绩拒绝了他们为我安排的金融专业，执意报考了全国最好的大学的文物修复与鉴定专业。那是我和家里第一次爆发激烈冲突，我爸差点打断我的腿，他怒吼着：“我宋德海的儿子，将来要去伺候那些死人用的破烂玩意儿，我丢不起这个人。”最终，他冻结了我所有的卡，断了我一切经济来源，想用这种方式逼我屈服。可我没有，我靠着奖学金和自己打工，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我拒绝了所有高薪的拍卖行和私人博物馆的 offer， 拜入了国内古籍修复界的泰斗秦观海老先生的门下。秦老一生只收了3个徒弟，我是他的关门弟子。这件事宋家人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在图书馆打杂的合同工，一个月拿着几千块的死工资，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为了李梦瑶，我默认了这种废物人设，因为他说他爱的就是我的平凡和纯粹。他说他不想卷入豪门的纷争，只想和我过普通安稳的日子。现在想来真是可笑，他的不想卷入纷争，不过是嫌我这个废物无法参与纷争罢了。车子在一座古朴的四合院门口停下，这里就是秦老的观海堂，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外面看起来平平无奇，里面却别有洞天。恒温恒湿的修复室收藏着无数珍本孤本的藏书阁，安保系统比银行金库还要严密。我推门进去，一个清脆的女声传来：“宋岩，你可算来了，师傅念叨你一上午了。”是苏婉晴，秦老的亲外孙女，也是我的师姐。她穿着一身素雅的棉麻长裙，长发挽起，露出光洁的脖颈。她不像李梦瑶那样
明艳动人，却自有一股淡然出尘的气质，像一卷被岁月浸润过的书画。他看到我只穿了件白衬衫，愣了一下：“你西装呢？今天不是你婚礼吗？”我自嘲地笑了笑：“新娘跟人跑了，婚没结成。”苏婉晴的眼中闪过一丝错愕，随即化为担忧和薄怒：“是那个李梦瑶，她怎么敢？跟谁跑了？我哥宋征。”苏婉晴彻底呆住了，她知道我的家世，也见过几次李梦瑶，她一直就不喜欢李梦瑶，说她眼神里的欲望太多，不像是个能安分过日子的人。我当时还觉得是师姐对她有偏见，现在看来，最傻的人是我自己。人渣，一对狗男女！苏婉晴气得俏脸通红，直接骂了出来：“宋妍，你别难过，为了那种人不值得。走，我带你进去。今天张老他们过来，可是为了那件东西。”他口中的那件东西，是半年前我们从海外一场私人拍卖会上抢救回来的半卷唐代经书孤本，因为破损严重，修复工作一直是我们师门最核心的机密。我点点头，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跟着苏婉晴走进了修复室。修复室里，秦老正和2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围着工作台上的经书低声讨论着。那2位，一位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张承德，一位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李建国，都是国内文博界的泰山北斗。见到我进来，秦老招了招手：“臭小子，总算来了，快过来看看。”我们刚刚用 X 射线荧光成像技术分析，发现这经书的第2层纸张下面似乎还有墨迹。我迅速调整好状态，戴上白手套和护目镜，俯身凑了过去。在古籍修复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这里的每一丝纤维，每一滴墨迹，都比人心要纯粹得多。沉浸在工作中，时间过得飞快。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在探讨修复方案。这是一个极其精细和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直到傍晚，我们才初步敲定了一个接斩分离的方案，送走张老和李馆长。秦老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满是赞许：“宋妍，你今天提出的几个关键点非常精准，连张老都说后生可畏啊。”我勉强笑了笑，没说话。秦老叹了口气，从苏婉晴那里，他显然已经知道了我的事，宋家的事。我本不该插手，但他们这么欺负我秦观海的徒弟，就是不行。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这是上个月港城佳士得拍卖行的秋拍名录，你看看。我接过来，翻开，目光落在其中一件拍品上时，我瞳孔骤然一缩。那是一幅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的摹本，而下面备注的宋拍人赫然是宋氏集团。秦老的声音沉稳而有力：“这幅画我见过，30年前宋德海刚发家的时候，从一个老朋友手里低价买来的。他一直以为是真迹，到处炫耀。实际上，那幅画是我那位老友临摹的，而真迹一直在我手里。”我的心脏狂跳起来。我爸最引以为傲的收藏品之一，竟然是赝品。宋氏集团最近在竞标一个海外的矿产项目，资金链非常紧张。我爸这个人生性多疑，从不相信银行，关键时刻他更相信把这些压箱底的藏品变现。如果在这场备受瞩目的拍卖会上，宋氏集团宋拍的《瑞鹤图》被当众鉴定为赝品，宋德海和整个宋氏集团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信誉扫地，股价暴跌，资金链断裂，
后果不堪设想。师傅，您是想……我抬起头，声音有些干涩。秦老看着我，眼神锐利。我想让你亲手把你父亲送你的那份大礼还给他。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当然，决定权在你。你是选择忍气吞声，继续当他们眼里的废物，还是挺直腰杆，告诉他们谁才是真正的有眼无珠？我紧紧攥着那份名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忍气吞声，脑海里浮现出婚礼上宋征得意的嘴脸，李梦瑶虚伪的眼泪，我爸冷漠的宣判，和我姐轻蔑的笑容。他们把我当成一个笑话，踩碎了我所有的尊严。凭什么？我凭我自己的双手吃饭，我靠我自己的专业赢得尊重。我所热爱的，我所坚守的，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他们用金钱和权力定义一切，那我今天就用他们最看不起的东西，把他们引以为傲的一切彻底摧毁。师父，我抬起头，眼中的迷茫和痛苦被一抹冰冷的决然所取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离开观海堂，我没有回家。那个我和李梦瑶一起布置的小窝，如今只剩下恶心。我找了家酒店住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李梦瑶和宋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世界清静了，接下来我需要好好筹划一下如何送给宋家这份回礼。直接去拍卖行揭穿他们太简单了，不够痛。我要的是在他们最志得意满、最高高在上的时候，从云端将他们狠狠地拽下来。港城佳士得秋拍是在1周后，时间足够了。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是陈律师吗？我是宋岩。电话那头是国内最顶尖的商业律师团队负责人陈启明，他是秦老师傅的多年好友。小严啊，有什么事吗？陈叔，我想请您帮个忙，我需要一份授权协议，授权我代表秦老全权处理他名下一件藏品的相关事宜。另外，我需要您以最快的速度帮我注册一家离岸投资公司。陈启明何等人物，立刻就明白了什么。他笑了笑，没问题，秦老那边我已经收到消息了，放心，保证办得妥妥帖帖。挂了电话，我又打开了电脑，登录了一个加密的线上论坛。这是全球顶级收藏家和鉴定师的交流平台，实行邀请制，每一个会员的身份都非同小可。我的 ID 是严，是秦老推荐我进来的。我发了一个帖子，本人受托，将于近期展出一幅宋徽宗瑞鹤图真迹，仅供圈内同好交流鉴赏。地点：港城，时间待定。这个帖子像一颗深水炸弹，瞬间在平静的论坛里炸开了锅。召集的瑞鹤图传世仅有一幅，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乃是镇馆之宝。现在突然又冒出来一幅真迹，一时间质疑声、好奇声此起彼伏。一个 ID 为 Kaiser 的用户回复道：严先生，你确定是真迹？这可不是开玩笑的。Kaiser 是德意志银行的董事，欧洲古董收藏界的巨鳄。我淡淡的回复：届时欢迎 Kaiser 先生亲临品鉴。另，我将邀请3位公认的权威专家进行现场公开鉴定。这条回复瞬间打消了大部分人的疑虑。敢邀请权威专家现场公开鉴定，说明发帖人有着绝对的底气。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帖子热度越来越高，几乎所有顶级藏家都知道了，在港城将有一场关于瑞鹤图的世纪对决，而始作俑者依旧在酒店里按部就班地整理着永乐大典的修复数据，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与此同时，宋家正沉浸在一片喜悦和张扬之中。婚礼闹剧的第2天，宋氏集团的公关部就发出声明，称原定的婚礼因故取消，但宋氏集团继承人宋征先生已与李梦瑶小姐订婚，不日将举行更盛大的婚礼。声明里对我这个前新郎只字未提，仿佛我从未存在过。网络上一些营销号开始带节奏，编造出各种故事，有的说我始乱终弃，李梦瑶幡然醒悟，选择了真爱；有的说我配不上李梦瑶，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李梦瑶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她带着一颗比我送她的那枚大了10几倍的鸽子蛋，幸福地依偎在宋征怀里。配文是：谢谢你，让我看到了真正的爱情和未来。下面一片祝福。他的粉丝从几万暴涨到几十万，俨然成了嫁入豪门的励志典范。我看着手机屏幕，面无表情，跳梁小丑，就让他们再多蹦跶几天。宋家大宅里，宋德海正在召开家庭会议。海外那个锂矿的项目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来证明我们的实力。我已经联系好了佳士得那边，把那幅瑞鹤图送过去，估价起拍1个亿，应该不成问题。宋德海端着茶杯，一脸胸有成竹。宋征得意洋洋地说：爸，您放心，这次的项目我一定给您拿下来。等项目落地，我们宋家的资产至少能再翻一番。宋雅附和道：是啊爸，到时候哥就是我们海城最年轻的100亿富豪了。也多亏了哥把李梦瑶那个女人收了，不然让她跟着宋妍那个废物，早晚得给我们家丢人。提到我，宋德海的脸色沉了下来，以后别在我面前提那个逆子，我没有这个儿子。李梦瑶乖巧地给宋德海添上茶水，柔声说：爸，您别生气，宋妍他可能只是一时想不开。哼，想不开？我看他是疯了。宋征冷笑道：在婚礼上放那种音乐，简直把我们宋家的脸都丢尽了。这几天我那些朋友都在背后看我笑话。李梦瑶赶紧安慰道：阿征，你别这么说，其实宋妍也很可怜的，她没什么本事，脾气又倔，现在工作肯定也丢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她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为我说话，实则是在贬低我，抬高她自己的选择。看，我选了宋征是多么的明智，而那个被我抛弃的宋妍已经惨到需要我来同情了。宋征很受用，搂住他的腰，大笑道：可怜，那是他活该。一个大男人窝在图书馆里修那些破书，能有什么出息？梦瑶，你放心，以后有我，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他一辈子赚不到的钱，不够我给你买个包。一家人其乐融融，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无限风光。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悄然张开。1周的时间很快过去，我动身前往港城，同行的是苏婉晴。秦老说她年纪大了，不方便出远门，让苏婉晴全权代表她。我知道师傅是怕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飞机上，苏婉晴递给我一台平板电脑，上面是这次来港城参加鉴赏会的宾客名单。凯瑟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表也来了，还有中东的石油王子宋妍。你这次可真是把天给捅了个窟窿。苏婉晴啧舌道。我笑了笑，我只是想请大家看一出戏而已。苏婉晴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心疼，把自己的伤疤揭开给别人看。很疼吧？我摇了摇头，
目光望向窗外的云海。不疼，死过一次的人还怕什么疼？疼，早在婚礼那天就已经疼完了，剩下的只有冰冷的恨意和复仇的快感。港城，维多利亚港，宋德海、宋征、宋雅以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李梦瑶一行人意气风发地走进了佳士得拍卖行的 VIP 预展厅。今晚是他们的高光时刻，那幅宋徽宗的瑞鹤图作为压轴展品，被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引来无数赞叹。宋德海矜持地和各位富豪名流打着招呼，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目光。宋征则像个主人一样，搂着李梦瑶，给他介绍着哪位是某某集团的董事长，哪位是某某明星。李梦瑶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整个人都飘飘然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看着身边英俊多金的宋征，再想想那个只会埋头修破书的宋妍，愈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多么正确。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燕尾服的拍卖行经理快步走到宋德海面前，恭敬地说道：“宋董，外面有位严先生，说是想和您聊一聊关于这幅瑞鹤图的事。”宋德海一愣，严先生他不认识。宋征不耐烦地挥挥手，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来见我爸，跟他说我爸没空。经理面露难色，宋少，这位严先生是今天下午那场私人鉴赏会的主办人，几乎所有欧洲来的大藏家都是冲着他来的。宋征的脸色变了，那场神秘的私人鉴赏会他也听说了，据说展出的也是一幅瑞鹤图，规格极高，连他爸都没拿到邀请函。没想到主办人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宋德海沉吟片刻，说道：“请他进来，他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敢在他面前班门弄斧。”片刻后，预展厅的大门打开，我和苏婉晴并肩走了进来。当我出现的那一刻，宋德海、宋征、宋雅、李梦瑶四个人的表情瞬间凝固在了脸上，震惊、错愕、难以置信。尤其是李梦瑶，她像是白日见了鬼，死死地捂住了嘴巴。怎么会是他？这个废物，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穿的这身衣服是高定吧？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气质好高贵。无数个念头在他脑中炸开。宋征最先反应过来，他指着我，厉声喝道：“宋妍，你怎么混进来的？保安，保安呢？把这个捣乱的家伙给我轰出去！”然而没有一个保安敢动，因为拍卖行的经理正恭恭敬敬地站在我身后。我无视他歇斯底里的咆哮，径直走到宋德海面前，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宋董事长，好久不见。我刻意加重了宋董事长这4个字。宋德海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死死地盯着我，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你想干什么？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笑了，不想干什么，只是听说宋董事长要拍卖一幅瑞鹤图，我手里恰好也有一幅，所以特地带过来，想请各位前辈名家帮忙长长眼。说着，我拍了拍手，2位穿着白手套的工作人员抬着一个长条形的画盒，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当画盒打开，另一幅瑞鹤图缓缓展开在众人面前时，整个预展厅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在2幅画之间来回逡巡，布局、笔触、设色，乍一看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只要是稍有眼力的人都能看出区别。宋德海那幅虽然摹写的惟妙惟肖，
但比例间总透着一股刻意和匠气。而我这幅笔法飘逸、仙鹤的姿态灵动至极，画卷之上仿佛有祥云瑞气在流动，那股属于帝王的华贵与天真，是任何摹本都无法复制的。真与假，高下立判。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颤抖着走到我的画前，扶了扶眼镜，失声惊呼：天哪，这神韵，这风骨，错不了，这才是徽宗的亲笔啊！这位是享誉国际的古画鉴定大师罗伯特·陈，他的画就是金科玉律。一瞬间，所有的目光都从我的画转移到了宋德海那张已经毫无血色的脸上，嘲讽、鄙夷、看好戏的眼神像一把把尖刀刺向了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商业巨擘。赝品，竟然是赝品！宋德海竟然拿赝品来拍卖，想钱想疯了吧？这下丢人可丢到全世界了。议论声像潮水一般涌来，宋德海的身体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脸面，可今天他的脸被他最看不起的儿子按在地上反复摩擦。宋征更是目眦欲裂，他冲到我面前，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怒吼道：宋岩，是你搞的鬼！这幅画是你伪造出来陷害我们的，对不对？我冷冷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伪造？我轻轻挣开他的手，掸了掸衣领。宋大公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这幅画的传承记录清清楚楚，还有3位国际顶级专家的联合鉴定证书。倒是你们宋家的这幅，不知道能不能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苏婉晴适时地将一叠文件递了上来，上面有秦老的签名，有罗伯特·陈的签名，还有另外2位权威专家的签名，铁证如山。宋征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李梦瑶已经吓傻了，她呆呆地看着我，看着这个从容自信、谈笑间就将宋家推入深渊的男人，感觉陌生到了极点。这真的是那个被他抛弃的，在他看来一无是处的宋岩吗？他不是在图书馆修破书吗？他不是连给他买个名牌包都费劲吗？为什么会这样？悔恨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心脏。我没有再看他们一眼，而是转向全场的宾客，微微一笑，朗声说道：各位，好戏看完了，现在我宣布，我的这场私人鉴赏会正式开始，地点就在隔壁的宴会厅，欢迎各位一步，品鉴真正的传世国宝。说完，我带着苏婉晴，在众人敬畏的目光中转身离去，留给宋家的是一个决绝的背影和满地的狼藉。我知道这只是开始，我们的鉴赏会大获成功。当晚，港城所有媒体的头条都被瑞鹤图真伪之争占据，宋氏集团商业欺诈，赝品画作险些流入市场，神秘青年严先生携真迹现身，打脸宋氏父子。佳士得拍卖行紧急撤下宋氏拍品，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新闻铺天盖地而来，第二天股市开盘，宋氏集团的股价应声跌停，无数股民抛售股票，银行上门催债，合作方纷纷取消订单。宋德海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商业帝国，一夜之间风雨飘摇。而我在港城最顶级的半岛酒店套房里，和苏婉晴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看着网上的各种消息。苏婉晴放下平板，叹了口气：宋岩，你这一招釜底抽薪真是太狠了。宋德海现在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用银勺轻轻搅动着杯中的红茶，淡淡道：“是他自己把刀递到我手上的。他如果不是那么贪婪，那么自负，急于僵化变现，就不会给我这个机会。归根结底，是他的傲慢与偏见毁灭了他自己。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苏婉晴问。回家，我说。港城的戏已经唱完，海城的战场才刚刚拉开帷幕。我和苏婉晴回到海城时，宋家已经焦头烂额，宋德海急火攻心，住了院。宋征一个人根本撑不起大局，公司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我之前和李梦瑶住的那个房子。开门的是李梦瑶，她憔悴了很多，再也没有了婚礼那天和之后在社交媒体上的光彩照人。她看到我，眼神复杂，有惊讶，有悔恨，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宋妍，你回来了。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没理她，径直走进屋里。屋子里还保持着我们离开时的样子，我的东西还都放在原处。我是来拿我东西的，我冷冷地说。李梦瑶的眼圈红了，她上前一步，想拉我的手。宋妍，我们能谈谈吗？我知道我错了，我当初是鬼迷心窍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他开始打感情牌，是宋征逼我的，他用家里的权势逼我。我心里爱的人一直是你啊！我看着他声泪俱下的表演，只觉得可笑。李梦瑶，我甩开他的手，目光冰冷地看着他。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个傻子吗？你当初和我在一起，不就是看中了我宋家二公子的身份？只是你没想到，我这个二公子这么废物，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所以当宋征向你招手的时候，你毫不犹豫的就扑了过去。你爱的不是我，也不是宋征，你爱的只是宋家的钱和地位。现在宋家要完了，你又想回头来找我这个备胎，你觉得你配吗？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将他虚伪的面具层层剥开。李梦瑶的脸变得煞白，她知道她装不下去了。是，我就是爱钱，我就是虚荣，这有什么错？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我穷怕了，我不想再过那种一件衣服穿好几年，为了几百块全勤奖累死累活的日子。我想住大房子，开豪车，买名牌包，你给不了我，宋征能给我，我选择他有什么错？没错，我平静地看着他，追求更好的生活，没有错。但你的错在于，千不该万不该，把我当成你往上爬的垫脚石，还在踩上去之后，回头吐了我一口口水。我懒得再和他废话，走进书房，从一个暗格里取出了几本用油纸包好的古书，这才是我真正宝贵的东西。至于那些衣服、生活用品，我一样都不要，嫌脏。走到门口时，李梦瑶突然冲过来，从背后抱住了我。宋妍，你别走，我知道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比宋征，比你爸都厉害，你带我走好不好？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他的哭声听起来那么悲戚，但我知道他现在想要的是我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如果今天我还是那个图书馆的废物，他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我掰开他的手，没有回头。李梦瑶，你最大的悲哀就是永远看不起那些默默努力的人，也永远不懂什么叫真正的价值。你以为你很聪明，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其实你只是捡了一颗玻璃珠，却扔掉了一颗钻石。哦，不对，现在的宋征连玻璃珠都算不上了。说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传来他绝望的哭嚎，但我没有丝毫动容。从他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
就只剩下末路，解决了李梦瑶这边，下一个就是宋征。我动用了秦老师傅的人脉，查了宋氏集团这些年的账目，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宋征为了拿下那个海外锂矿项目，竟然挪用了公司一大笔公款去填补之前的投资亏空，还做了假账。而这个所谓的锂矿项目，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是一个海外的金融诈骗团伙，专门为宋征这种急功近利又自以为是的富二代量身定做的。只要宋氏集团的资金一到账，对方就会立刻人间蒸发。我将所有的证据整理好，匿名发给了相关部门。当天下午，正在公司里焦头烂额，试图稳住局面的宋征就被带走了，罪名是职务侵占、财务造假以及涉嫌参与跨国洗钱，数罪并罚。他这辈子恐怕都得在牢里度过了。宋家彻底塌了。我最后一个去见的人是宋德海，他躺在医院的 VIP 病房里，一夜之间仿佛老了20岁。曾经那个威严霸道的商界枭雄，如今只是一个眼神空洞的落魄老人。宋雅守在床边，看到我，眼神复杂，既有怨恨，又有恐惧。你来干什么？来看我们笑话吗？他声音沙哑地问。我没理他，径直走到病床前。宋德海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神采。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喂，为什么？他想问，我为什么这么恨他，要这么对他？我看着他，平静地说道，在你们眼里，我喜欢古籍，就是不务正业；我不肯经商，就是废物。你们把我定义成一个失败者，然后心安理得地忽视我、打压我、羞辱我。在你眼里，只有宋征才是你的儿子，你的骄傲，而我不过是你人生履历上的一个污点。婚礼那天，当你们一家人站在一起，对我进行公开处刑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从那一刻起，我没有父亲，没有哥哥，没有姐姐，我只有仇人。你现在所失去的一切，都是你们应得的报应。我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割在他的心上。宋德海老泪纵横，他突然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的哀求，宋妍，爸错了，爸真的错了，你帮帮爸，帮帮你哥，宋家不能倒啊。他开始打亲情牌了，可惜太晚了。我抽出我的手，摇了摇头。宋董事长，你知道吗？我师父秦观海，他的藏品随便拿一件出来，都够买下10个宋氏集团，而我是他唯一的传人。我所拥有的世界，是你这种只认得钱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也永远无法触及的。你所谓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荣耀，而是牢笼。现在我自由了。宋德海呆住了，他张大了嘴，满脸的不可置信。秦观海，那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他的儿子竟然是那个人的徒弟，唯一的传人。原来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原来他视为废物的儿子，才是家里真正的巨龙。是他有眼无珠，是他亲手把这条龙赶出了家门，还逼成了仇人。噗！一口鲜血从宋德海口中喷出，他双眼一翻，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病房里一片鸡飞狗跳，我转身默然离去。宋家的时代结束了，故事的结局并没有太多意外。宋德海中风偏瘫，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宋氏集团资不抵债，宣布破产清算，他一生的心血化为乌有。宋征因为涉案金额巨大，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经不可一世的宋家大少，将在铁窗里度过余生。宋雅的婆家在宋家出事后，第一时间就和他划清了界限，逼着他离了婚。一夜之间，他从豪门阔太变成了一个需要为生计发愁的普通女人。至于李梦瑶，听说她后来离开了海城。她那样的人，没了可以依附的对象，又吃不了苦，想来日子也不会好过。不过那都与我无关了。有些人注定只是你生命中的一场劫难，度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头。宋家倒台后，我用陈律师帮我注册的投资公司，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宋氏集团的一些优质资产，其中就包括那栋集团总部大楼。我把大楼重新装修，改造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文物保护与研究中心。我以师傅和我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致力于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归，以及国内古籍的修复与研究工作。开幕式那天，来了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故宫的张老、国图的李馆长，还有很多我只在新闻上见过的文化界、商界名流。苏婉晴作为基金会的理事长，站在我身边，笑靥如花。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白色套装，长发披肩，在台上侃侃而谈，自信而从容。台下，秦老师傅坐在第一排，看着我们，欣慰地笑着。那一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一片宁静。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仪式结束后，苏婉晴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杯香槟。恭喜你，宋大主任，他调侃道。我笑了笑，和他碰了一下杯。也恭喜你，苏大理事长。我们相视一笑。有些感情不需要轰轰烈烈，它就像修复古籍，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和彼此的懂得。对了，苏婉晴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拿出一张烫金的请柬。过几天我外公80大寿，他点名让你一定要去。我接过请柬，笑着说：一定。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那头是一个护工的声音：请问是宋岩先生吗？这里是疗养院，您父亲宋德海先生，他想见您。我的手指微微一顿，苏婉晴看出了我的异样，担忧地看着我。我对着电话平静地说：你告诉他，宋岩已经死了，死在了那场婚礼上。说完，我挂断了电话，拉黑了那个号码。我不是圣人，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弥合。有些原谅我给不了，也不想给。苏婉晴没有问我什么，只是轻轻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暖。走吧，我说，去看看我们未来的办公室。好，我们并肩走进那栋崭新的大楼，阳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的人生摆脱了过去的阴霾，终于走向了属于我自己的光明万丈的前路。而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他们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在黑暗和悔恨中度过他们罪有应得的余生。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复，也是我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